然后你就是这2周这样吃起来有什么心得感想？快得忧郁症。你就要让好了吗？我擦了。对。好，因为我们妊娠糖尿病的测试有超标，所以现在要照3餐做这个血糖检测，辛苦了。就是，然后就是第1餐是要饭前空腹的时候，苏菲乱录。第1餐就是要饭前空腹的时候测，然后第2个就一天要测3次了。那第2次是在早餐之后吗？没有午餐，在午餐之后的2小时测，然后第3次是在从第一口开始哦。好，从第一口开始算。那第3次是在晚餐之后的2小时，那也是从第一口开始计算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如同刚刚有提到的，就是我们要做，我们这2周要做3餐的血糖监测追踪啦。那我这边会从老公的角度分享一些心得。我觉得两难的点就是说，因为老婆很喜欢吃甜食，然后吃甜食又是她舒压的方式之一。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妊娠糖尿病超标的这个期间是会很辛苦的，因为不能有太多的糖分摄取。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节制跟压力下，又如果想要吃甜食舒压的话，会很痛苦。那我觉得站在老公的立场也是希望老婆开心，可是也要担任这个监测者的角度，所以我觉得很两难。那也分享给大家，所以我自己的方式就是，会尊重老婆的选择，但同时也会时常的提醒跟鼓励。然后因为我有信仰，所以也会为她祷告，希望说她能够抵抗美食的诱惑啦，然后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很不容易的这个监测时期。然后我们大概2周后就会回诊，那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这个追踪的状况啦。那目前的频率大概1天会有1到2餐超标，那好一点可能有可能就是一整天都没超标啦，它的数值是要在120以下。那有时候可能是125，或是可能刚吃完1片披萨就到140多。那我们之后也会分享数据给大家参考，还有医生的建议。那也分享给每一个在面对妊娠糖尿病的家人朋友，就这个不容易的时期，大家一起撑过。我们现在来回诊，然后现在要追踪一下这2周的那个妊娠糖尿病的追踪结果，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开箱，就是我们努力的成果跟医生的建议，然后也和每一个也在面对的这个夫妻大家一起奋战，然后我们也在这边记录一下此刻的心情。像中版。然后你就是这2周这样吃起来有什么心得感想？快得忧郁症。哦，这个非常明白。然后刚才喝到加了水的木瓜牛奶气。对 ，OK， 所以这是我觉得很艰辛的议题啦，就是这2个就有那个确诊妊娠糖尿病，饮食上会很辛苦，那也就是菜单的部分选择又更少，对啊。采访一下老婆，就是自从上次有确诊这个妊娠糖尿病之后，你的饮食上有做什么调整吗？就不能喝有糖的鲜奶茶，然后还有什么甜点吃不了，但我还是也没有吃不了，就减量，是不是？然后饼干就一直被限制啊，然后你3片5片，不知道在吃个什么事情。
对啊，然后就也还在追踪说导致血糖超标的原因嘛。那我们等等会再分享，就是这一次2周，我们就是血糖没有超标的达成率是多少？那会算给你吗？没有，我会算。对啊，然后这数据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也会分享给大家说，就是医生给我们的建议啦。这2周我们跟着医院的记录表，把每一餐吃了什么、血糖多少都记录下来。虽然不是专业医师，但我们想从数据里找出适合老婆的饮食规律。整理成报告后，发现达成率有 85.4%， 总共41次的记录里，有35次是合格的。最让我们放心的是，空腹血糖达成率是完美的100%，这代表即便怀孕辛苦，老婆的基础代谢率还是守得很好。不过我们也发现了几个血糖大魔王，像是黑糖煎饼那天直接飙到159，还有水饺跟意大利面这种隐形淀粉，真的要特别小心。所以我们现在学到一个小撇步，就是进食顺序：先喝水或汤，接着吃大份蔬菜，再来是蛋白质，最后才吃淀粉。这样血糖起伏会平缓很多。除了数字，我们更在意的是感觉。现在我们会把水饺数量减半，多补1份烫青菜。目标不是追求100分，而是找到更舒服的吃饭方式。虽然偶尔会被黑糖煎饼或水饺偷袭，但是那是我们一起学习调整的过程。接下来我们会先尝试先菜后肉再淀粉的黄金顺序，并把美味的水果移到2餐之间。达成率 85% 只是个开始，我们的目标不是完美的数字，而是你与宝宝的健康。老婆辛苦了，剩下的 15%， 我们一起微调，一起努力，迈向 90% 以上的目标。我们准备好了。